因疫情导致国际局势不稳定的情况下，上海传来重磅消息：中国第3艘075两栖攻击舰近日在上海沪东中华造船厂正式下水，与第2艘075两栖攻击舰一起在黄浦江边继续进行施工。据悉，此次075下水还有9艘船只为其护航，其中包括东华2号、沪托03、沪托5、沪托6、沪托8、沪托10等配合出务作业。第3艘075正式下水，距离第2艘075下水才不到1年的时间。按照这速度，未来中国海军水面舰艇的数量一定会非常可观。075作为我国自行研制的首型两栖攻击舰，具有较强的两栖作战能力以及执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是除了航母以外中国海军建设的重点目标之一。随着近年来我国在军事领域的发展，在很多方面都有了质的突破。除了在经济领域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以外，在军事领域的发展，尤其是在领海方面，我国甚至有了超过美国海军的迹象。此次第3艘075两栖攻击舰的下水，就证明了我国在两栖攻击舰上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尽管在这方面我国起步短，但却能够在短时间内接连下水3艘，增加了我国在海陆登陆的作战能力。就目前来看，世界上拥有两栖攻击舰的国家并不多，包括我国在内的也就只有日本、英国、法国以及美国等国家，而能够有关键技术建造出类型075两栖攻击舰的国家更是少之又少。当前仅仅只有我国和美国。也正因如此，在得知我国第3艘075两栖攻击舰下水后，相比于军迷们的沸腾，美国人自是着急了。在此之前，美国媒体就曾预测，在2025年时，中国海军很可能会拥有400艘军舰，将会远远超过美国海军。尽管美军目前所拥有的军舰将近300艘，但是近些年来可以明显看出，该国建造军舰的速度非常慢，很少有好消息传出。这样下去，未来伴随着美国部分军舰的退役，届时美国海军的军舰很可能不增反减。所谓后来者居上，美国也非常清楚。因此，对于我国此次第3艘075两栖攻击舰下水的消息，反应非常大，暗乎不好。值得一提，美国海军此前2020年公布的30年造船计划显示，美国海军舰队每年只能建造6艘。现在看来，美国是要加速建造，以防未来被我国赶超。可问题是，受到疫情严重摧残的美国，其国防预算严重不足，还有能力加速造舰吗？不过，也正是因为有来自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西方国家的压力，我国才会如此着急加速造舰。中国想在亚洲地区稳定发展，必定不能在军事建设方面松懈。如今我国向世界再次展示我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就连西方国家在看到我国取得的优异成绩后，都罕见地陷入了沉默。据悉，此前中国企业收购马达西奇公司事件，双方本来已经商量好了，中国企业股份也已经收购50%以上，结果最后关头，乌克兰没经受住美国的威逼利诱，临时倒向美国，导致中国持有的股份被冻结。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企业当然拿起贸易法律保护自己，立刻根据中乌签署的相互保护投资协议，向乌克兰政府提出国际仲裁，要求赔偿35亿美元，这是无可厚非的。令人没想到的是，面对中国企业的维权，乌克兰竟然制裁我国公民和4家公司。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月30日报道，乌克兰在29日通过了对马达西奇公司的法人和个人制裁决定。遭到制裁的4家公司分别为天骄飞机公司、香港天骄公司、北京天骄航空公司、北京新威科技公司。其中，天骄飞机控股公司便是我国发动机研发企业，也是马达西奇公司投资方之一。该公司的董事长王俊先生也被以垄断罪名制裁，资产被冻结，运输交易被限制经过乌克兰领土。这也表示我国企业无法对其已经接手的股份、乌克兰的资产进行交易。乌克兰这项政策通过之前，中国刚从马达西奇公司采购400架航空发动机，该项采购合作价值高达8亿美元。中国企业对面临巨额赔款、无人接手的马达西奇公司施以援助之手，这是一项合作共赢的合作。结果刚合作完，乌克兰的制裁就下来了。我国在合作上一向是泾渭分明，一事归一事，不拿另一事威胁。此次马达西奇和乌克兰违反中乌合作，理应受到仲裁，这一点我国是不会退让的。但这并不会影响我国其他企业与其继续合作。但乌克兰显然不是这样，如果贸易合作能够被随意取消，遵纪守法的企业能够被莫须有的罪名随意制裁，全部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来就行，那国与国之间合作，企业之间的合作签订条约有何意义？
因此，面对乌克兰这种做法，我国必须要以牙还牙，进行反制。中国本身作为乌克兰第一大贸易伙伴，占据乌克兰进口额14.3%，乌克兰对华贸易逆差巨大。现在乌克兰的对中企实施制裁，那中国也可以运用相应措施对乌克兰进行相应反制。另外，中国的国产发动机虽然研发进展不顺，但并不是举步不前。运20、歼20、C919上的国产发动机已经展示了国产发动机的进步。在大规模生产换装这之前，我国需要满足国内各项行业的航空发动机，这并不是只有马达西奇一家公司能够提供。马达西奇虽然是发动机行业巨头，但随着与俄罗斯关系的恶化，中国成为马达西奇公司最大也是长期稳定的顾客。要不是中国企业给马达西奇公司的续命，该公司可能早就宣布破产倒闭。希望乌克兰能够明白自身军事工业和国防的现状，已经没有多少军工企业能经得起消耗了。随着军事技术以及战争思维的转变，现代空军已经具备独自完成战争的能力。夺取制空权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夺取战场主动权，因此世界军事大国都在不遗余力地发展空军力量，在战机研发上更是投入了血本。自2013年以来，俄罗斯一直在秘密研发新的米格41截击机，其又被称为未来远程截击系统，是米格飞机制造集团正在研制的远程高速截击机项目。而近日这一消息也被俄罗斯官方证实，其被用于取代日益老化的米格31截击机。不过关于更具体的信息，俄罗斯方面仍然未有更多的透露。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是一架飞行速度比导弹还要快的战机。该机的设计飞行速度为 4.0 马赫至 4.3 马赫。那么这一速度到底意味着什么？到底有多么先进呢？我们知道米格41是用来取代米格31的，这也就意味着米格41的性能将会在米格41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在实际的对抗中，尽管米格31不具备隐身性能，但是凭借着卓越速度优势的米格31却能经常斗得隐身能力超群的 F2团团转。如果米格31凭借着高空高速优势经常靠近美国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圈，而这时美国就会派出 F2进行驱离。但是米格31的速度优势经常使得 F2 陷入追不上跑不掉的状态。可以说 2.8 马赫的最大飞行速度就已经如此厉害，而米格41的飞行速度更是在此基础上有了更大的提高，飞行速度直接超过4马赫，可想而知它的先进性。分析人士指出，这一飞行速度比导弹的飞行速度还要快，这一能力对于任何侵略而言都将是一种巨大的威胁。俄罗斯官方媒体对此设想成美国高超音速导弹的拦截器。值得注意的是，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先进性，也引来了一些西方国家的质疑。一些国际分析家怀疑俄罗斯是否有足够的财力和资源来开发如此先进的武器，因为俄罗斯航空航天业已经致力于众多先进项目，如速武器的进一步开发，进行现代化升级的图160等。不过这一质疑或许因为中国的加入而烟消云散。据国外媒体报道称，中国被视为米格41的潜在合作客户。俄罗斯战略技术分析中心主任罗斯兰普霍夫表示，中印两国很可能加入到米格41的合作开发中，但是在俄罗斯第一架新战斗机速武器的研发上，印度在中途退出了该项目，所以中方在米格41的研发上是一个更优的合作对象。而外媒也表达了对中俄合作前景的看好，这也意味着如果未来中国加入，或将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西方的质疑。对此，俄罗斯方面也表示看好。米格飞机制造集团干事也表示，米格41的首次生产和首飞可能会在2025年完成，并预计将于2028年在俄罗斯空军服役。